那么我们以前学过不少杀棋的技巧，比如说现在黑棋走这个，白棋逃命，黑棋走这个，白棋逃命，黑棋走这个，这能杀到棋了，这叫争子。我们看看这个争子，现在是几个打一个？是4个打一个，而且要会打。另外4个打一个还不一定能打死，因为假如斜方向有个白子的话，还是不能杀死他。所以4个打一个还要有另外的条件，就斜方向没有白子接应，才可能杀死他。我们也学过这个加，这样把这个白子杀死了。那么这儿是几个打一个呢？是5个打一个。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知道，要杀死对方棋，第一种是你有兵力的优势，就是你的子多，对方的子少，你才可能杀死对方。这个子力差不多，黑棋4个，白棋有5个。现在黑棋走这个，白棋连，黑棋走这个，我们知道这叫双打，能杀到白棋了。这儿子虽然没有对方多，最多说大家一样。为什么这样黑棋能杀到白棋呢？关键是白棋的断点太多，一共5个子，有4个断点，所以给对方杀死。我们再来看看，这样棋也一样，差不多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。可是白棋有几个断点？1个断点，2个断点，3个断点，4个断点。黑棋仅有1个断点。这个时候，假如黑棋走这个，白棋假如逃命的话，黑棋又发生什么？走这个，又发生双打，白棋又开始死棋了。这也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白棋的断点太多，所以杀棋的第2个条件是对方的断点多。黑棋走这个，仅多1个子，白棋现在一口气逃出去才2口气，黑棋再走这个，白棋逃出来还是2口气，所以这样一路打到底，白棋死了。那么这个为什么那么容易死呢？因为这个子处在边线上，它的出路太窄，唯一的出路这条路，没有第2条路。不像中间的子，中间的打一下，它逃出去，它可以往右，可以往左，可以往上，它有3条路可以逃。这一条路往右，所以它的出路太窄，就很容易被对方包围住。所以棋在边上特别容易死。现在子力一样多。现在黑棋走，应该杀哪个子？怎么样杀它？这个在边上，这个在比较中间。现在黑棋走这个是对的。第一，杀的对象对，这个子在边上；第二，杀的方向对，把这个子往什么地方赶呢？往边上赶。他走这个，黑棋再走这个，这2个死掉了，他逃出来也是闷打。假如黑棋走这个，杀的对象是对的，可是杀的方向错了，自己走到底线上去了，人家走这个，现在你再赶，人家把你杀掉了，因为你这个子也处在边上。所以通过这个学习呢，我们首先知道杀棋的可能性。第一个是自己的子比对方多，你有兵力上的优势；第2个是对方的断点很多；第3个是对方的子处在边上，你很容易把对方的子消灭。白棋下怎么杀死这个黑子呢？第一，把对方的子往边上赶过去。黑棋走这个，现在应该这儿挡还是应该这儿挡呢？大家看好，这是1个白子，所以白棋应该走这个，把黑棋往自己棋子多的地方赶过来。他假如逃到这儿再拐下去，尽管这个跟这个是对杀，可是白棋有3气，黑棋仅有2气，所以这2个肯定死掉了。那么你走这个是对的，把对方的子往边上赶，他往下逃。假如走这个，那就这个子的作用没有起到，他往那儿逃。现在很多初学的人会走这个，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就想把对方的子杀死，但这是很错误，因为这已经有断点，这再来一个断点，黑棋这一打就发生双打，所以这非但杀不死对方，自己还要死棋。那么走这一步，黑棋再走这个，白棋再走这个，那么大家发现这个怎么样？这有个断点，黑棋这样打一下，白棋真能逃命；黑棋再这样打一下，
白棋只能这样逃命。现在这个子处在边上，黑棋只要会这样一打，白棋假如逃命，当然黑棋连住，这两个也死了。啊，只要自己这两个不死，他就死了。哪怕这样打一下，他走这个，黑棋不走了，这两个也死掉了。那么不但这两个死了，这三个也死掉了，这损失就大。这的黑棋为什么会死棋？断点太多。这个白棋死棋，是吧？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把对方的子往自己人多的地方赶，而是从自己人多的地方赶出去。赶出去以后，自己这断点产生，再走这个，在这个下来又产生个断点，断点一多，给对方消灭掉。